天我要用马铃薯和香菇来做一道家常菜料理。这次要来分享很简单的小煎饼，其实用2种食材就可以做出来了。可是为了让家人可以吃到更丰盛一点的煎饼啊，我用了5种的食材来做。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食材，或者是冰箱里面的食材现有的去做一些搭配。做菜前先来和大家分享，频道现在有了超级感谢的新功能，大家可以用低额支持巴拉妈，让巴拉妈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样的新食谱、新影片跟大家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ristin 巴拉妈。看影片之前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按下订阅，订阅是免费的哦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马铃薯和香菇做这道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3颗马铃薯，今天买到的马铃薯比较小颗，用3颗。把马铃薯削皮，切成片状。马铃薯是温带作物，有进口马铃薯，也有台湾品种的马铃薯。荷兰时期，台湾就有种植马铃薯的记录了。到了日治时期才开始推广种植。马铃薯喜欢凉爽、无风、日照长的天气，最适合冬天种在台湾的南部。大多利用秋稻收成后跟春稻前的空档，开始大面积的种植。在台湾的饮食习惯是把马铃薯当作配菜而非主食。把马铃薯放入盘中，排整齐，来拿去蒸。用电锅蒸，外锅放1杯水，把马铃薯放进来蒸。准备1朵干香菇，干香菇我清洗干净了，现在用热水泡软。盖上一个盘子，比较快泡软。准备2条腐竹，给它剪短。用热水泡软，一样也是盖上一个盘子，比较快泡软。准备6条秋葵，去头去尾。把秋葵切成片状。把秋葵放入盘中，香菇泡软了。这时候还有一点烫烫的，要注意温度，挤干水分。先切丝，再来切成小丁。把香菇放入盘中，腐竹也泡软了，一样水也是很烫，小心拿。把腐竹切碎，腐竹也是含有蛋白质的食物，大家可以吃腐竹来摄取蛋白质。把腐竹放入盘中，马铃薯蒸熟了，把马铃薯压成泥。哇，这次的马铃薯很有水分耶，都蒸出很多的水分出来，已经压成泥了。准备1/3条的红萝卜，把红萝卜削皮，把削好皮的红萝卜切下来，把红萝卜切片，切了1刀之后，这样子站稳在砧板上，比较好切成片状。排整齐，切丝，再来给它切成小碎丁，这次切比较细，这样子比较好入口。把红萝卜放入盘中，锅内放入适量的油，把香菇放进来炒香。我习惯冷油放进来炒，炒一炒之后油慢慢会变热，这样子会慢慢的把香菇激发出香气。然后你闻到香菇的香味，就可以放入腐竹了。腐竹也给它炒一下，比较香。腐竹我是在杂货店买到的，如果没有买到腐竹的朋友，可以用豆干代替，或是豆包。炒到现在差不多了，放入红萝卜，快速翻炒。红萝卜这样子切细一点，等一下做煎饼的时候口感就会比较好，不会吃到太大的颗粒感。炒到红萝卜变色，现在放入秋葵，继续翻炒，大略炒一下，转小火来调味。
大约1汤匙的酱油，快速翻炒，炒均匀后，撒上一点点胡椒粉。哇，这酱香味都激发出来，超香的。快速翻炒一下，可以关火起锅了。把刚刚压成泥状的马铃薯放入大碗中，准备要来做小煎饼了。接着把炒好的料放进来，放入3汤匙玉米粉，给它拌匀。不停的搅拌，搅拌到需要有点力气去搅拌它的时候，就是它比较有粘性的时候了，来搓。因为这样子会比较黏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手上要沾点油，手上抹点油，取一些放在手上，给它压成圆形。压成圆形后压扁。塑形一下，一片就完成了。再来做一个，手上可以再抹点油，这样子就不会粘在手上。搓圆的时候，捏一捏它就变圆形了。再给它用指腹压扁，不用太薄。秋葵如果在这里的话，可以给它移上来。这样会比较漂亮。边边呢，给它收整齐，一片就完成了。马铃薯在各个国家都很受欢迎，都会做出当地具特色的料理，像是美国的薯条啊、洋芋片，英国的鱼薯条，之前我在影片分享过。法国做成马铃薯浓汤，瑞士的薯饼，马来西亚的南洋咖喱等等。你还想到哪些国家会用马铃薯做出当地特色的料理呢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。我做了7个，现在来拿去煎。锅内放入适量的油，油有微微的热就可以放进来煎。第一面先煎定型，等下再来翻动。都变成焦黄色了，翻面，继续让它煎。第2面也变成焦黄色了，我们来看看，可以关火取出了。来试吃用马铃薯做的小煎饼，软糯的感觉，咬到香菇好香哦，很好吃，然后还有那个秋葵咬下去滑滑的感觉，好吃。刚刚在煎的时候，马铃薯的香味一直飘出来，非常好吃。它不是脆脆的那种，咬下去呢是软软糯糯的，很好吃。可以当成素排夹在汉堡里面，或是小点心。好香哦！然后那个红萝卜啊，切得细细的，你现在这样咬下去，就不会特别吃到有红萝卜的感觉。小朋友比较可以接受，太好吃了，而且马铃薯很普遍，大家都一定可以买得到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分享、按赞、加订阅，还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，追踪 Facebook 还有 IG， 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好香哦，秋葵好吃。